如果你是特斯拉的长期投资者，那么2024年的上半年一定有坐过山车的感觉。那今天呢，我就想做个视频来总结一下这半年投资特斯拉教给我们的关于信号和噪音的4个重要道理。最后我会分享为什么我这个特斯拉的长期投资者在经历了过去2年不断的购买后，决定停止加仓特斯拉。那这是特斯拉过去半年的股价走势，那从年初的250左右一路下跌到4月最低的140多，那现在7月份呢又回到了年初的250左右的水平。那在这个半年里呢，特斯拉的风波不断，什么高管离职， Model 2从传闻被取消又被提前，那伊朗的薪酬计划被法院否定，超级充电桩团队被裁等等一系列事件，带来无数的悬念。那市场上充满了对特斯拉的负面报道和怀疑，那很多所谓的特斯拉的长期投资者也都纷纷的转变立场，选择在低点卖出，唱衰特斯拉。那把过去半年特斯拉的投资场比喻成一个战场，一点也不夸张。而这个决战呢，恐怕就是6月13号股东大会上伊朗的薪酬计划和公司总部搬到德州的投票。那在投票前呢，特斯拉投资者都感到那种超高的不确定性，甚至是恐慌。我们逐渐的让一些想法在脑海中发芽。投票会不会通过？那特斯拉的投资者是否是四分五裂？伊朗会不会把 AI 从特斯拉带走？但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投票大规模通过，那之前的那些疑虑呢，全都一扫而光。伊朗马斯克也收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他拥有大多数投资者的支持，他也承诺会将特斯拉打造成地球上最值钱的公司。那这件事呢，其实教给了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原来前面的那些 drama 和想法，大多数都只是噪音。我们看到，只需要很小一部分的人大声发声，就可以制造出足够大的噪音，让你感到恐慌，甚至在低点卖掉手中的股票。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对，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些才知道，原来我们听到看到的大多数都是噪音。但是当我们身处漩涡当中的时候，如何才能分辨出噪音，避免它的影响呢？我认为想要做到这一点，你首先要清楚投资中的信噪比的概念。所谓的信噪比，简单来说就是有用的信息，也就是信号，和无关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噪音的比例。信噪比越高，代表你从信息中提取到的有用的内容越多，相反，信噪比越低呢，意味着无关的信息更多，真正有用的信息被掩盖。那想要提高这个信噪比，减少噪音的影响，你需要理解以下4个重要的道理。那在这本 Anti-Fragile 当中呢，作者Taleb 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随着我们观察数据频率的提升呢，我们获得的噪音就会越多，信噪比就越低。作者说这并不是一个心理现象，它更加反映了数据的本质特点。他举了个例子，假如你以年为单位去观察一只股票的数据，信噪比是1:1的话，那当你把观测周期增加到每天观察的时候，噪音的比例就会骤然增加到 95%， 而真正有用的信号的比例则只有 5%。 那如果你把观测周期变成小时的话，噪音将会占到 99.5%， 信号只有 0.5%， 噪音是信号的将近200倍。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数的过来人都提醒我们应该关注长期而不是每天的股价波动和新闻，因为这种频繁的观测会导致我们听到的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噪音。所以我们再反思一下前半年特斯拉投资者的经历，很多人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关注着股价，看别人的分析和观点，关注各种新闻和小道消息。这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把你自己放到了劣势地位，因为你的信噪比大大的降低，你收获的噪音是其他不怎么关注每天动态的长期投资者几倍到几十倍。毫不夸张的说，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每天看新闻走势不仅是在浪费时间，更是在伤害自己。第二，不要错把信息当成信号。那我们有很多人有个错觉，就是认为信息越多越好，掌握了全面的信息就代表掌握了全部的真相，就会让自己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更有信心。但实际上你需要的并不是信息，而是信息中那些有用的信号。那如何才能更好的获取这些信号呢？首先，信息源很重要，一手的信息要远比二手的信息可靠的多。你比如公司的财报跟会议，准确客观的统计数据， CEO 高管技术团队甚至是员工的演讲和采访，都是很好的一手材料。那虽然我是个 YouTuber， 但是我想说 YouTuber 给出的信息大多不是一手材料，我们做的所谓的总结和解读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没人能做到完全客观，所有人都会掺杂自己的偏好和角度。那如果你的信息主要来自于 YouTuber 或者社交网络上的一些观点和情绪，那么你无形中就在降低自己的投资信噪比。
那想要获得有用的信号，仅有优质的信息源依然不够，你还需要具备从信息中提取信号的能力。假如你没有这种能力，再好的信息源也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绕开一手信息，去依靠像我们这样的 YouTuber 一样的二手信息源。当你自己无法提取出信号时，你只能依靠别人告诉你结论。但是别人给你的信号不仅可能不靠谱，因为它没有经过你自己的理解和处理，你所获得的结论也不稳固，你并不真正相信这些结论。当你面临不确定性时，你依然会左右摇摆，不知所措。那么应该如何获得从信息里筛选信号的能力呢？答案就是 Go Fundamental， 去学习基本功，通过读书去学习关于投资行业甚至是科技最本质的那些知识，而不是一味沉浸在消费别人的观点中。我很久之前做过一期视频，推荐了一些投资类的书籍，建议你去看一看，应该会对你有帮助。另外我想提醒的是，除了那些基本知识，作为投资者你也需要对你投资中的这种前沿科技进行不断的学习。你比如说如果你投资 AI 机器人，那么你真的需要去读上几本相关的书籍，了解他们的历史、原理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一个好的投资者你首先得是一个好的学习者。第三，在信造比这个战争中投资个股更容易把我们放在劣势的地位。那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的股市里只有2个投资，一个是特斯拉，一个是指数基金，他们是完全2种不同的投资思路。那这么多年下来在投资信造比这个维度上这2个投资也给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体验。那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大多数选择指数基金的投资者默认心态就是长期持有，这无形中呢就加长了我们观察数据的时间跨度，降低了观测的频率。那虽然很多人依然每天会去看指数基金的表现，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真正关心的是呢至少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走势。更重要的是因为指数每天的波动相对较低，这就在投资心理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优势。在去年年底的这个投资总结视频里我分享了这本书 The Uncertainty Solution。 那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现象，就是人类本能是渴望确定性的。当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容易变成信息收集狂。我们希望通过获取大量的信息来获得一个确切的答案。当股价剧烈波动的时候，人们感受到不确定性就会增加，所以更加控制不住自己去获取更多的信息，增大观测数据的频率，导致信造比降低。那投资指数基金的时候呢，除了非常个别的时刻呢，大多数时期呢它的波动并不剧烈，所以人们不容易跳入心理上的不确定性陷阱，去寻求更多的信息。反观投资特斯拉这样的个股虽然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长期持有，但是因为股价经常剧烈性的震荡，投资者会感到的不确定性自然会远超指数基金。我们的人类本能会促使我们每天去看股价走势，以更快的频率去获得更多跟这只股票相关的信息，这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信造比。那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特斯拉投资者身上，任何个股的投资者都会面临类似的情况。那投资个股更容易获得噪音的另一层原因是，个股的投资信号相对于指数基金来说更加动态多变，这就导致投资者想要获得可靠的有用信号就变得更难。那我们还拿指数基金为例那投资指数基金的时候，我们的信号可以是整体的经济走势，人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全部公司的整体收益变化趋势等等。我不能说这些宏观的趋势更容易判断，但是我们很明确知道我们应该看哪些指标。甚至很多指数基金的投资者都不会去看这些指标，因为他选择指数基金首要的原因是他们对长期的经济看好。一旦你的维度变得很长，你所需要的信号就会极度的减少和简化。标普500里有500家左右的公司，那指数投资者不需要操心某个公司的财报怎么样，CEO 有什么政治倾向，今天又大放什么厥词，明天跟谁生了孩子，或者他是否健康。但是当我们投资像特斯拉这样的个股时，即使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你所需要观测的信号也往往是动态多变的。我们就拿特斯拉股东大会上伊朗的薪酬和公司总部搬家的投票来说吧。那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你是否应该关注这么一个具体的事件呢？一方面你可以认为这是噪音，因为它和公司的基本面没那么大的关系，就算投票没通过，伊朗马斯克也不会走，他也不可能把特斯拉的 AI 和数据都带走。伊朗只是在单纯的威胁股东，甚至你可以认为，即使万一伊朗马斯克出走了，特斯拉依然可以按照既定路线发展的不错，这短期股价的波动不值得关注。
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投票风波不是噪音，而是一个切实的信号。即使我也认同无论如何伊朗也不可能走，但当围绕这个投票风波的舆论和关注度足够大时，它会影响大多数投资者的判断，甚至会改变市场对这家公司和股票的叙事和信心。一个国家的人民对经济丧失信心的时候，能够导致通货紧缩、经济不振的恶性循环，那么对一家公司来说更是这样。当大部分特斯拉投资者、特斯拉的员工和媒体都对这家公司以及伊朗马斯克抱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时候，他的故事和命运就可能会被改写。在投资上太多人夸大了理性和事实的力量，过度低估了叙事和情绪的重要性。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投票的结果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即使它是短期的，即使它表面看起来和所谓的基本面没有直接关系，即使现在回头看之前的担心似乎显得多余。所以你看，投资个股就是这样，你以为你在做长期投资，你以为你可以很 chill， 不用关心短期的信息和表现，但现实总是会一次次把你拽进巨大的噪音漩涡里，逼得你去分辨到底哪些才是你想要的信号。如果说投资指数基金是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子里，那么投资个股就是像卡内基说的那样，把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然后看好这只篮子。想要看好这只篮子，你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噪音。请注意我们一直以来都说的是长期投资者角度，假如你是个短期投资者，我很难想象你每天每小时要面对的信息量以及你辨别信息的难度。在信造笔这件事情上，一个短期投资者去投资个股简直就是可以用地狱模式来形容，你赢的机会更低。那关于投资里的信造笔我们2024年上半年特斯拉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道理是，投资中的信号和噪音是有语境 context 的。不同的投资标的、不同的投资周期、不同的市场环境，甚至不同的投资者所面临的信号和噪音都会不同。你认为准确无误的信号，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不值得一提的噪音，反之亦然。作为一个投资者，你要做的不是去论证别人的噪音是否是你的信号，而是根据自己的 context 去选择和定义自己的一整套信号，做到逻辑自洽。千万不要轻易的把别人的信号当成自己的。那视频开头说我决定停止购买特斯拉股票，那现在我就用这个来解释一下投资信号和噪音的 context 这个概念。不过在继续之前请给我30秒的时间，感谢一下频道的长期合作方 Interactive Brokers。 那从2022年起我就把手上全部的特斯拉股票跟美股指数呢转入到了 IB。原因很简单，我在加拿大购买美股需要有汇率的转换，那相比加拿大本地券商动辄 1.5% 的费用呢， IB 的换汇费用简直就是太低了，而且它的换汇还十分的便捷。那除了换汇好用呢， IB 在很多地区都没有手续费，或者手续费低到没有什么影响。而且现在 IB 还会为你账户中的现金支付有竞争力的利息，这对投资者十分有利，因为你可以先把现金放在那里赚利息，等有合适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呢，你可以立即投资，不用浪费入金的时间。强烈推荐你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查看一下 Interactive Brokers， 你的点击呢会对我有收益，那这也算是对我的支持。好，那么现在就回到视频。那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我从2018年底开始投资特斯拉，一直持续的买入，在疫情中呢加倍购入。2020年5月伊朗马斯克发了一条推文，说特斯拉股价太高了。那当时的价格是760左右，相当于2次分割后现在$50一股左右。他发完这条推文后呢，股价就跌了近 10%， 那是我阶段性的最后一次买入。在2020年底特斯拉进入标普500后，我卖过一小部分，然后就一直没有再加仓。我的特斯拉均价就一直停留在$40左右一股。那过了2年从2022年初开始，在特斯拉跌到200多的时候呢，我又开始陆续的加仓特斯拉。我知道现在回头看，当时的价格依然很高，我可以说是典型的接飞刀左侧交易。但我很清楚我自己没办法真正做到抄底，也从不试图那么做。我之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加仓，是因为我获得了我自己定义的一个信号。那老观众都知道，我把卖掉特斯拉股票换成了一个度假民宿。那卖掉的主要原因就是分散风险。那我当时做这个操作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就是我要把这个民宿的所有的租金收入全都投资到特斯拉的股票里，因为我长期看好这家公司。那2022年我的民宿度过了疫情最困难的时期，开始稳定赚钱了，这就是我再次加仓特斯拉的信号。当然你不能否定，当时特斯拉股价开始下跌也是促成我加仓的原因之一。
在2022年初我做了一个节目，分享了我的加仓计划。我说我会持续的买入特斯拉和指数基金。那对于特斯拉呢，我的目标是让我的整体均价不超过当时的$200，也就是现在的$66一股。那从2022年到现在我一直陆续的买入。那今年买入的最多，最后一次买入是6月11号股东大会投票前的2天，然后就决定长时间停止加仓。原因是我的均价已经达到$65一股了，我的停止买入信号出现了。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要制定这么一个目标？这其实就涉及到了投资信号和噪音的 context 这个概念。我制定这个目标呢，有很多非常个人的考虑，包括我想要的安全边际、持仓的比例、风险控制、心理承受力、家庭整体资产的配置，甚至税务考量和个人年龄以及健康等等非常多的细节。那这些 context 都是非常个人的，所以你不能把我的目标均价和投资比例作为你的投资决策的信号。这让我想起发生在我采访的特斯拉的前 FSD 工程师老于身上的一件事儿。我跟他做的那个期采访非常的成功。在采访结束后呢，有很多人开始质疑老于。有人说你那么看好特斯拉，觉得它能10倍，为什么你不再加仓特斯拉？而且为什么不 all in 特斯拉呢？只让它占到你资产的10%？甚至还有人会说他还是对特斯拉认知不够，或者他就是在忽悠别人。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忽略了投资信噪比中的 context。 他们假设老于或者我跟他们看的是同一组投资信号，假设我们的个人情况跟他们相同，这显然是一种误判。投资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它掺杂了无数的 context。一个从2012年开始投资特斯拉人和从2016年、2018年、2021年、2024年开始投资的人面临的是不同的 context。 一个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和一个要退休的面临健康挑战的人的 context 不同。一个情绪稳定的高收入者和一个情绪波动 all in 股市的人的 context 又完全不同。那说回到我的投资，我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应该不会继续加仓特斯拉，只会长期持有。那我的资金呢，会主要投资在指数基金跟我自己的生意上，我也会考虑其他可能投资。那未来我还有没有可能再加仓特斯拉呢？我现在还不知道，这取决于我的 context。 所以屏幕前的你在看完这期视频之后，不应该把我的投资决策作为你的信号，你只能去充分的了解自己，根据自己的 context 去定义信号和噪音。因为很多时候，虽然我们都是在投资同一个标的，但我们可能处在完全不同的2个世界。OK，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那如果你觉得有收获，就请你订阅点赞。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